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回太后，臣妾突然觉得恶心想吐，想先行回宫。哦，没事没事，你刚刚有了身孕，这也是常见的嘛。夏荷呀，扶百妃回宫去吧。如果再有不适，就召太医进宫来看诊，知道吗？是太后。娘娘，我们先回宫吧。臣妾先行告退。二少爷回来了，饭菜准备好了，就等着你吃饭了。钟伯，坐下来一起吃吧。好，哎呀，那个，二少爷，这个带在身上，啊，拿着。哎，我劝你回乡下吧，你就是不听。我现在每天在街上走啊，看到这大街上到处都贴着捉拿蒙面人的告示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。哎呀，钟伯，你别担心了。哎，你看，我长这么帅，那张画像画的那么丑，谁会认出来是我呀？对不对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今天到庙里给你求的这平安符，你得好好把它给我带在身上，也让我安心一点儿。我知道，我把它放在身上，一定不会有事。那就好。吃饭吧，钟伯。你放心，我再也不会去做危险的事情了。你可记住啊，你刚才说的话，说到做到。我知道啦。哎。在这儿啊，少长院。对了，昨日我去周太后宫中奏乐，看见百妃娘娘中途不适，突然回宫了，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。今早我已经去看过她了，她身体一向不好，又受到何妃被杀之事的惊吓，接着又知道自己怀了身孕。我听夏荷说，她连日呕吐，甚至噩梦连连。我也正为此事担心呢。对了，我这里有一个庙里求来的平安符，你能不能帮我转交给百妃，保佑她平平安安？没问题。那我先带百妃收下，谢谢你啊。少长院啊，是春华吗？快进来吧。娘娘，身体好点了吗？以后没有外人在，你还叫我含香好了，那怎么行？可是我觉得这样更亲切。好，你说什么都可以，谁叫你有孕在身呢？宫里所有的人啊，都得听你的话，你就别逗我了。看到何妃那样的下场，你说我还敢为有孕这件事情高兴吗？你别担心，更别杞人忧天，没事的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啊是杨月宫托我送给你的，说是给你的祝福，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的生下皇子。
真的是他送的吗？我还会骗你啊。不过，你不要想太多，就当是朋友的祝福和关心。想多了，对你对他都没有好处。我知道，我现在是皇上的女人了，而且还有了孩子。你说的对，宫里的女人什么都不敢想。对，什么都不要想。你现在脑子里只要想怎么样安胎，怎么样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保护好这个孩子的。太后，邵贤妃在那边。哀家上次见他时，他正向百宸妃耍威风，现在却落得这么郁郁寡欢的。邵贤妃是个心高气傲的人，如今百妃有了身孕，宫里上上下下都以伺候百妃为先，她哪甘心呐？臣妾参见太后。免礼。谢太后。贤妃啊，今日是雨天，怎么反而有闲情逸致出来走动啊？是不是看桃花盛开，出来赏花啊？回太后，正是。现在皇上朝务繁忙，后宫妃子又众多，你们难免会感到寂寞，多到御园走动也是应该的，总比待在宫中无风起浪，惹出是非的好。臣妾一定谨记太后教诲。你要真能记住哀家的教诲就好了。贤妃，做好你的本分，伺候好皇上是最重要的事。早日为皇上生下一男半女，以后你在宫中的地位自然稳固，不用盛气凌人，也能得人疼爱和敬重。是，太后。好了，哀家还要去前面走走，你不用相伴，退下吧。臣妾恭送太后。娘娘，太后说的每句话好像都是冲着娘娘而来，好像为以前娘娘跟百宸妃不和之事抱怨呢。现在百寒香有了身孕，太后自然要把她捧在天上，本宫倒要看看她到底能得意到几时。汪公公，娘娘已在宫中等候。汪直参见贵妃娘娘。免礼。谢娘娘。王直，你过来。不知娘娘召见奴才有什么吩咐？映月。是娘娘。打开看看。金丝软甲。这件是西域进贡的贡品，本宫知道你为皇上东奔西跑，所以特地求皇上把2件金丝软甲中的1件赏赐于你，一来让你做护身之用，二来也算是给你几天之后生辰的贺礼。啊，谢娘娘，可是这太贵重了，承受不起啊。本宫说过，凡是为本宫所用的人，都不会薄待。上次和妃之事，你办得很好，这个是你应得的。啊，能为娘娘效力，真不知道是汪直几生修来的福分呢。
不用说的那么好听。本宫已经请求皇上恩准，在你生辰的时候，准你离宫3日，好好庆祝一番。哇，这王侄谢谢皇上和娘娘的厚爱。恭喜长公得此天下奇珍。哎呀，王侄有幸得皇上和贵妃器重，现在可算是吐气扬眉了。长公得皇上恩准，离宫3日，这次寿辰一定要好好庆祝。好，那就交给你办了。长公放心，末将一定把寿辰办得有声有色，冠盖云集。太好了，好，那我就等着看看你多有本事。是。月宫局的执掌是谁？在下是月宫局的执掌林少白。听好了，明天是汪长公的生辰，他要在宫外府地设宴庆祝，你给我派些乐工来，为长公助兴。月宫局只能在宫中为皇上、后妃们奏乐，从来没有在宫外为官员祝贺寿辰而奏乐。那你的意思是不肯派人去了？这可是宫中的规矩啊！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宫中规矩，我就问你，你到底是派人去还是不去？林大人，要不我带几个乐工去给长公奏乐吧？杨友，你知道，这弄不好恐怕……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我一定会让长公满意的。将官，汪长公寿辰之日，我一定派最好的乐工前去奏乐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走。今天晚上不醉不归啊！不醉不归！长公，属下特地安排了宫中乐工来此奏乐，为长公您助兴。哦，乐工局的人来奏乐，好，传。在下代表诸位乐工，祝长公福与天齐，寿比南山。好，好。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一边喝酒，一边欣赏平时只有皇上和妃子们才能听到的乐曲。好，来。吹得好，尤其是你这管箫，吹奏的犹如行云流水，余音袅袅，报上名来。
让本场公认识一下。谢场公抬举，在下杨勇。杨勇，我们在宫里有数面之缘，好像在宫外也见过。回场公，有一日，场公搜捕逃犯，曾经到过舍下。正是。好，这说明你我有缘。来吧，杨勇，为本场公再独奏一曲，行吗？谢场公欣赏。那杨勇就为场公奏上一曲《百鸟朝凰》，就如百官今日来给场公贺寿一样。好，这一首我喜欢，选得好。来，有请。是。杨勇，等一下。啊，你们先走吧。是。江副将有何吩咐？杨勇，你走运了。场公非常欣赏你，所以特地命在下到铺中寻找死物，赐予你。此箫做工精细，非普通之物啊。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场公今天收到了很多东西，之前也没收了很多东西，多不胜数。既然说要送你，你拿下便是。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改天一定登门拜谢场公。日后再说吧，我还要回去打点，你可以走了。是。站住！站住！在下杨勇，求见场公。禀场公，岳公君杨勇求见。杨勇，传。是。杨勇参见场公。你来西厂见我，有何事？前几日场公寿辰之时，杨勇前来吹奏了几曲，得场公赞赏。后来，场公又命人送我名贵银箫一支，杨勇感激不尽，所以登门拜谢。哦，原来就为了这事。哎呀，小事一桩。所谓明鉴赠侠士，红粉送佳人。这么好的乐器，当然是送于你这种乐坛高手。谢场公夸奖。我虽不太懂音律，但是好听的乐曲是可以怡情养性，令人忘却烦忧的。这点你应该很清楚吧？难得场公是个知音之人。他日场公若想听曲的话，可随时传杨勇，杨勇一定前来为场公奏乐。
此话可是真的吗？只要长公吩咐，在下一定前来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谢长公赏识。我听说前几日，你带领宫中乐工去西场为汪直演奏，可有此事？看来，宫中真的没有什么秘密可言。西场是一个非常险恶的地方，而且那个汪直，为人更是阴晴难测，除非万不得已，还是远离他为妙。我知道。其实我去，只是为他演奏而已。不过汪直这个人，我觉得他还算是个知音之人。起码在宴会上，他是认真的在听我吹奏，既不高谈阔论，也不大吃大喝。就因为他认真听你演奏，你便可放下戒心？也不是。不过，像我这等小角色，既不会助纣为虐，也不值得他加害。放心吧。就算是这样，我觉得你还是小心一点为好。我知道，我会小心的。那就好。杨岳公，请。
杨月公，请。请问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啊，这里便是厂工书房。厂工，杨勇带到。在下杨勇，参见厂工。来了，来了就好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想请你到庭园外面奏乐。来。厂工要不要试试？那我就试试。怎么吹啊？厂工，嘴对着这里。哦。箫要放低一点。哦，低一点。请。副将，哎，杨勇告辞。杨月公慢走。好。参见娘娘，免礼。本宫要与少长月讨论曲艺，你们在此守候即可。是。娘娘，近日身体如何？每日服用张太医给我开的安胎宁神药，精神恢复些了，也有了力气。我看娘娘的气色很好，胎儿应该也稳定多了。是啊。这个，这是你们送给我的，所以我一直带在身边。娘娘喜欢就好。不过你千万要记得，如果有人问起，你一定要说是我托人从庙里求回来的，千万别提他人。这个当然了。春华，有时候我挺羡慕你的，能和他有相见谈话之时。但有时候我也会为你难过。你们虽然能够见面，能够谈话，但是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痛苦，该是更甚吧。我也不知道。之前我也劝过他，早日离开宫中，到外面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，不要在这耽误青春。不过我现在想想，他如果真的离开了，我也会很难受的。虽然难受，但在宫中，这种难受的感觉，可能也是我们生存的动力吧。我们不要再继续说这些了，娘娘也不想日后小皇子或是小公主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吧。来，春华弹奏一曲轻快的曲子给他听听。
百妃身体渐入佳境，那就是说，也许会平安生下这一代。娘娘，奴婢也猜错了。之前见百妃虚弱不堪的样子，本来以为她会以小产告终，谁知百妃的身体一日比一日好。百妃身体能够好起来，张太医可以说功不可没。映月，本宫突然觉得胸中郁闷，甚为不适，传张太医进宫，为本宫诊治。是娘娘，奴婢马上就去办。张太医，贵妃娘娘身体不适，传召你进宫诊治。我马上就去。娘娘，张太医带到。下官参见娘娘，不知娘娘身体有何不适啊？本宫近日觉得心中郁闷，坐立不安，睡不安宁。那请娘娘先让下官把一下脉吧。有劳太医了。娘娘脉象平和，并无任何不妥。张太医，枉你在宫中做了20多年的太医，本宫是否有病，你会诊断不出？脉理上，娘娘的确无病症。如果是心里有什么不愉快，而令胸口郁闷的话，下官无法医治。张太医居然这么说，哼！看来张太医不是不能医治，而是不想替本宫医治吧？下官数辈相传的医说，只能治身体的病，不能治心病呢。果真如此？确实如此。下官医术平平，所以百宸妃有孕以来，下官所开药方，周太后全都过目后才命人煮药，也就是怕下官力有不逮，误伤了百宸妃腹中胎儿。如贵妃有什么奇难杂症，还请娘娘另请高明。张太医，你真是太过谦虚谨慎了。娘娘过奖了，下官只是实话实说。望娘娘原谅下官才疏学浅，未能替娘娘分忧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本宫唯有求助他人。退下吧。谢贵妃娘娘，下官告退。哀家听说万贵妃今早曾传召你进她宫中问诊，哀家想知道她究竟身染何疾。回太后，贵妃说她近日胸口郁闷，睡不安宁。那你怎么为她去病延年呢？微臣认为，这些症状或因天气变化所致，不用服药，过几日便没事了。她只是想让你替她治病，别无其他。回太后，别无其他。如果有其他的事，有其他的要求，你不必帮她瞒着，要直接告诉哀家。贵妃真的只是向下官问诊，别无其他。张太医，哀家知道你口风最紧，可有些事知情不报也是有罪过的。下官明白。明白就好。有时候想明哲保身，往往最后也会被人牵扯进去。谢太后提醒，下官如果有任何发现，立刻回禀太后。好，下去吧。谢太后，下官告退。
继续给哀家盯紧万妖府那边。如果他再有伤害龙翼之举，哀家定要让他死得难看。是太后。白妃啊，张太医说你有孕在身，虽然应该多做休息，但也应当每天出来走动走动，这样朕的皇儿才会更加健壮。臣妾知道，臣妾也经常让夏荷陪伴臣妾到御园听曲小作。好，那朕就陪你到前面的凉亭，我们去休息一会儿。好的，皇上。看不下去也要看，谁叫自己的肚皮不争气？贵妃娘娘，不用多礼，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。贤妃，你进宫日子尚短，心有不快在所难免。待他日你如本宫一样练就一身铜皮铁骨，这等小事，自会等闲视之。本宫不打扰你雅兴。映月在。我们去兰芳斋赏花。是娘娘。大哥，今天是你30岁生辰。你常说30而立，所以一定要在此时金榜题名，然后做一番有益于国家百姓的大事。可惜壮志未酬，你便不明不白地死去。我曾经为你的死而颓丧、失落、自暴自弃，直至有机会进宫当乐工，以为可以借此接见皇上，面圣觐见。但事实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，反而因为我的出现，或许会引致2个无辜女孩一生的不安。大哥，如果你还能听我诉说，为我解困，那该有多好。在宫中多日，我已了解了很多内幕。你们被杀之后，皇上命见西厂。现在，我终于找到机会接近西厂厂公王直。他一定知道当日你们这些世子的死因。希望你的在天之灵保佑我能找出诬陷你们的罪证，还你和其他枉死世子的清白。
江副将。哎，杨勇，你来了，是长官要听曲吗？不是，今天乐工局没有事情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就过来转转。啊，长工在后堂，我还有事，你自己去后堂找长工吧。好，那改天我请你喝2杯。好，请。长工，